迟早有一场较量，中国三大动作三个方位砸向美国霸权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严树军，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。不难解释，美国为何像赌徒一样急眼，大国关系的稳定愈发攸关全球命运，而中美关系更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。然而，在美国的挑衅下，中美关系已经快速脱轨。美国甚至把中美关系形容成21世纪你死我活的博弈，这就是美国零和博弈思维。也就是说，中美之间迟早会有一场真正面对面的较量。尤其是美国为了挽救自己的危机，维护霸权，更是开始疯狂到不择手段了。在底线一次次被突破的时候，中国从被动转为主动，用三大动作从三个方位向美国霸权砸下重锤。首先要提到的就是前段时间中国一项石破天惊的外交举动，成功斡旋沙特、伊朗握手言和，让中东逊尼派和什叶派这两个死对头的老大哥坐下来谈判，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，更不用说促成协议了。而且这也不仅仅是一个程序，而是切实促进中东地缘政局走向稳定。在沙特、伊朗和好之后，中东迎来和解潮。沙特国王邀请伊朗总统访问，并宣布将加大对伊朗投资。双方还在放射性医学方面加强合作。沙伊和解也连带着其他国家关系开始破冰，比如叙利亚总统访问阿联酋，伊拉克和伊朗将加强边境安全合作。伊朗还派高级代表团访问阿联酋，就连土耳其和埃及关系都开始破冰。一个稳定的中东是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。中东地区一直以来都是美国传统霸权的基点，毕竟这里是石油美元体系的关键。混乱的中东更有利稳固美国在中东的霸权。当初美军从阿富汗撤军，将重点移到大国竞争，肯定是知道美国在中东影响力会被削弱，但是美国没想到这么快就被边缘化了。美国绝对没有想到，他们还在印太地区张牙舞爪的时候，中国已经悄悄在中东布局了。只不过和美国不一样，中国带来的是和平与发展，而美国只能带来混乱和冲突。其次，还有一个动作就是中俄元首会晤。从双方联合声明来看，中俄将进一步加强各领域的合作交流，战略互信提升一个量级。但是，更重要的是，联合声明中提到了30次反对。神奇的是，反对后面没有直接提美国，但每一条却都能对上美国。与其说这是一份双边声明，还不如说是一份全球治理方案和全球和平倡议。反霸权、反单边主义、反强权政治，这不仅是中俄诉求，更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。中俄的带头效应今后将会更加显现，反对霸权的声音会越来越多。而最后一个动作是金融方面的多项举措，中国加强金融监管，加快推动人民币国际化，推动金砖国家组织、上合组织等，加快构建新的结算机制。这都是为了应对美元霸权带来的危害以及潜在危机，同时也是在挖美元霸权的根。所以，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最近如此歇斯底里，像个绝望的疯子，也像一个潦倒的赌徒。好，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